Hello，我是林晴。羊毛毡真的什么形状都能做得出来哦。今天要分享的是梅花以及微笑小花挂饰的做法。我们先拿出所有的材料，请将戳针先从泡棉垫中轻轻地拔出来，插在泡棉垫上备用。这边我会先示范一下戳针的使用方式。羊毛毡的过程只有戳这个动作，我们必须同一个方向进出，这样子直直的戳下去，直直的拔出来。我们必须同一个方向进出。针头戳在羊毛毡的时候，请不要左右转动，或者是做出这种挑毛的动作，否则有可能断针。若遇到断针的状况，则无法继续制作。第一步，我们拿出粉红色的羊毛，一共有6条。请先把其中1条羊毛拿到旁边备用。第二步，我们将羊毛紧紧地卷起来。卷的时候，我会用手指头的力量把羊毛夹住再卷，范围大约是一个大拇指的宽度。像这样子捏着卷，过程中不要松手，如果松手的话，羊毛就会散开。那卷好的羊毛呢，就会呈现一个小球状，看起来会很像传统的汤圆那样子的感觉。接着，请拿戳针戳个50下左右，四面八方都要戳到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羊毛固定好。因为戳针上面会有很多个倒钩，那戳的过程中会将羊毛打结，所以羊毛呢就不会再松开咯。大约戳个50下左右，我们就可以松开手了，就不用再紧紧的把羊毛球抓住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手指头抓住这个位置，抓紧之后呢，用戳针戳刺前方的羊毛，让羊毛越戳越紧，越戳越硬。我们手指头捏住的这个部分不用戳刺哦，要保持松散的状态。这边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差距。右边就是完成的样子，球体的部分很硬，但是呢，保留一点点羊毛的尾巴，不要戳刺。这边可以用手指头捏捏看你的羊毛，看看是像左边一样松散的感觉，还是像右边一样很结实的感觉。如果整体的状态很松散的话，就继续戳刺，戳到变成比较结实的状态为止。那这边推荐给大家一个工具，这个工具是可乐牌的3针笔。那这个戳针呢，跟我们刚刚用的那一种是一样的，只是呢变成3根针一起戳刺，那速度的话就会变快很多咯。如果说之后还有想要继续尝试羊毛毡的话，很推荐去购买一支3针笔，非常的好用。这个球球呢，一颗就等于是1朵花瓣，那我们需要5个花瓣，所以呢，我们将剩下的4条羊毛一起做成像这样子留着尾巴的球状。现在呢，我们5个花瓣都完成了之后，我们要将一个一个的花瓣戳在一起。这个部分我们用手指头的力量将羊毛合并，并且呢用戳针斜的戳刺。这样呢，可以同时戳到2个羊毛，就会让羊毛打结，并且粘在一起咯。
接下来我们拿出刚刚保留的那一条羊毛，轻轻的撕下来一点点。接着呢，我们帮羊毛卷起来。这样子折好之后呢，我们将羊毛填入花花中间的缝缝里面，把这个缝缝填满，才不会有凹洞。接着我们使用剩下的羊毛做表面的修饰，将羊毛撕成薄片，大概3层左右。那以放射状、烟火状的样子，将羊毛铺平在花朵的中心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可以修饰表面的坑洞以及凹洞的部分。接着我们要力道平均的戳刺，让整体的表面越光滑平整。然后呢，把上面的这些新的毛能够跟我们的花朵融合在一起。在我们戳刺的过程中呢，你可以用手指头压压看你的羊毛是否呢会塌陷下去。如果会塌陷下去的话呢，就代表说还不够结实，可以继续戳刺。我们的花朵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制作花朵上面的图案咯。请将剩下的材料呢都拿出来。这边我会先示范梅花，接着再示范微笑小花。请拿出桃红色的羊毛，将羊毛抽出细丝，再用手指头将羊毛搓一搓，变成羊毛线。总共需要6条线。那线的长度呢，长短不一，有长有短的，看起来会比较自然哦。接着呢，再用羊毛抽出细丝。这次我们要用手指头将羊毛揉成小颗粒，总共需要6颗。那可以做出2颗比较大一点的，跟4颗小颗粒，这样不规则的颗粒会比较可爱哦。接着呢，我们要把戳针当成画笔，羊毛当作颜料，在花朵上面戳出图案。先拿出一条羊毛线。从上到下慢慢的将线条戳进去，戳的时候要戳紧哦，要让羊毛陷进去这个花朵里面。那我们要戳出来的形状有点像烟火一样，呈现放射状，可以参考我们材料包的封面图片哦。接下来我们将小颗粒戳在这6条线的前端即可。
梅花的部分呢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我要示范的是微笑小花的做法咯。接下来我把这个梅花的作品翻过去，背面我会做微笑小花的造型。那同学们也可以像我一样做两面的作品，这样子两面都会有图案，也会很可爱哦。好，这边呢我们要把黑色羊毛拿出来，也是一样抽出一丝羊毛，接着呢在手指头上面这样子卷一卷，揉一揉，搓成一条细丝。好，那这边呢我们就像画画一样，将这个黑色的羊毛画一个小小的 U 型，一个小小的微笑。那这个部分呢，黑色的微笑线越细越好，所以呢是真的很小一个哦。它如果稍微有一点粗，那看起来就会看起来嘴巴好像比较大一点。那如果说线太粗，我们就多搓几下，让这个黑色的羊毛陷进去，这样子呢，这个微笑看起来就会越来越小了。接着请拿出剪刀以及眼珠，在微笑的上方呢剪出2个小洞，洞口要稍微大一点点哦，不然这个眼珠很难穿进去。接着请拿出腮红或者彩色笔帮小花化妆。将眼珠拔出来之后呢，沾上保丽龙胶后再插回洞口。接着请拿出缝针、缝线以及铁环，将缝针穿上缝线之后打结，并且将铁环缝在羊毛毡的上方。最后，请将皮绳穿入铁环中，并且紧紧打结。这样我们的梅花就完成咯。这边呢，希望带给你一些手作的乐趣，也欢迎将您做好的成品分享给我看看哦。
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